你说你爱了不该爱的人，你的心中满是伤痕。你说你犯了不该犯的错，心中满是悔恨。你说你胖叔，怎么唱这么悲伤的老歌《梦醒时分》呢？是啊，李昂猛男，最近 AI 概念股疯狂上涨，好多散户短期投资人都疯狂涌进去这些股票。胖叔，听有投资的朋友们好像都说赚不少钱，那胖叔为什么要唱这么悲伤的劝世歌曲呢？ Kate 李昂因为最近这些 AI 热门股疯狂上涨，就勾起胖叔想起巴菲特1999年太阳股的那次演讲。Com 泡沫化的千禧年前后，是巴菲特一生中最难熬的一段时间。1999年夏天，时代周刊公然在封面羞辱巴菲特，华伦，究竟哪儿出了问题？胖叔，可以讲一下那次会议的时空背景及状况吗？巴菲特是网络股最大的看空者之一，但是事实似乎证明他这次真的看错了。从1999年下半年开始，网络股好像成了唯一的热门股，就像前一阵子的 AI 相关概念股一样。巴菲特在这封一年一度的信中自我批评道，我唯一的功课是资本配置，而1999年我这门功课的成绩是 D。自1980年代以来，美国知名投资银行家赫伯特·艾伦在爱达荷州的太阳谷举行的媒体高峰会，就已成为媒体、科技以及投资大亨界的一大盛事。艾伦只邀请自己喜欢的人，或者是那些他认为可以共事的人，因此这个会议聚会成了名人社交的地方。我们所熟悉的比尔·盖茨和乔布斯都曾在这里，每年是更有大批的记者闻风而来。巴菲特每年都会被邀请到这里。巴菲特把为期1周的太阳谷峰会当作自己真正放松和家庭聚会的一个机会。巴菲特爷爷也挺懂生活的，赚这么多钱，肯定要多陪伴家人们的。1999年，美国 IT 火热，Com 网络概念股成为了人人都在谈论的话题。在资本市场 ，IT 公司股票压倒旧经济，Com 股票更是一飞冲天，甚至一些没什么赚钱的互联网股票股价也在不断的创出新高。而生产实物的实体企业的价值却在不断的降低。很多人都认为巴菲特不买 IT 股票的严格纪律已经过时了，巴菲特对外很少做演讲了，更不做市场预测。但在1999年的太阳谷峰会，巴菲特却决定受邀为峰会做闭幕演讲，是前所未有的事。我现在要讲股票价值分析，我不准备谈论如何预测下个月或明年的股市走势，价值分析并不等同于预测。巴菲特如此开头。短期来看，股票市场是投票机，但长期看来，它更像是称重机。最终，称重机会胜出，但短期内会是由投票的筹码左右。预言作者伊索看起来是不精通财务，因为他说2鸟在林，不如1鸟在手，但是他并没有说在何时情况应如此。巴菲特解释道，利率正是何时的价格。利率至于金融，正如地心引力至于物理。当利率变化时，所有金融资产的价值，房屋、股票、债券都会跟住变化，一如鸟的价格波动。这决定了，有时1鸟在手要好于2鸟在林，有时则相反。胖叔，巴菲特爷爷说的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您可以用白话解说一下吗？没问题哟。巴菲特爷爷把伊索寓言与他所认为非常离谱的1990年代 Com 大涨相比，在1990年代，公司利润与此前并没有明显增长，但因为低利率，林里的鸟很贵。人们不愿意要现金手中鸟，而是以前所未有的价格去买那些在丛林中的鸟。巴菲特将这称之为贪婪因素。只有3种手段能够保证股票市场以每年10%的幅度上升。巴菲特说，一是利率下跌并保持在历史低位上，二是经济增长的大部分成果都回馈给了投资者，而非雇员、政府以及其他，或者整个经济体的增长速度超过以往。但巴菲特把这3个假设都称之为异想天开。美国一度拥有2000家汽车公司，汽车很可能是20世纪上半叶最重大的发明，它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但最终，只有3家汽车企业活了下来，而其股价也都曾低于账面价值。因此，尽管汽车改变了美国，对投资者来说却非幸事。现在，我们能够很容易分辨出输家。但当时投资汽车却是一个当然的决定。巴菲特展示一张幻灯片。20世纪上半，另一项最伟大的发明——飞机。从1919年到1939年，一共诞生了约200家飞机制造公司。假如你当时看到莱特兄弟试飞小鹰号，
你肯定会为当时航空业的投资前景激动不已。但是事实上，截至1992年，所有航空公司的合并净利是0，没错，连1毛钱也没赚过。天啊，胖叔，这太可怕了！飞机行业这么多企业都没赚到钱。早年投资飞机及汽车行业的股东们可亏惨了。是啊，但因为是新东西，就像现在的 AI、电动车、自动驾驶、绿能、常温超导体都是很新的产品及概念，也都很好，对世界很有贡献，但刚开始却很烧钱。接下来的一张幻灯片显示，最近几年的市场价值已经大大超过了经济增长。巴菲特说，这意味着之后17年的市况不会比1964至1981年好多少，除非市场下跌。如果我必须给出这段时间的最有可能的收益率，我想是6%。听众沉默了，但一些人认为自己受益匪浅，这非常棒，在一堂课里就完成了对股票市场的基本教育。比尔盖茨说，巴菲特挥舞着一本书，爱德华劳伦斯史密斯的《作为长期投资的普通股》。这本书是1929年股市狂热的智慧基础，书中说股票收益总是好过债券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公司会保留一部分利润，然后以同样的回报率进行再投资，这就是盈余再投资，简称再投资率 RIR， 是1924年的新概念。但是正如我导师葛拉汉常说的，一个好主意给你带来的麻烦常常要多过一个糟糕的主意，因为人们忘记了好主意都是有限制条件的。巴菲特回到了同样的主题，人们不能因为过去几年的股市狂涨来推导未来。演讲到这边就结束了。胖叔，巴菲特爷爷讲的跟我们现在的投资情况也有几分相似呢。胖叔随便讲，大家随便听。想看更多巴菲特的故事，要记得点赞及小铃铛订阅哟。